李道酒后冒犯了公主，被发配至边塞死囚野，结果他意外觉醒了杀敌报属性系统，从此杀人便可无限变强。至此，大前少了一个纨绔伯爵，多了一个屠戮无数的人熊。3天后，休息时间，李道依靠在马车上，口中讲着故事。碧瑶听得津津有味，对故事情节充满了兴趣和好奇。李道讲完故事后，碧瑶感慨万千，对故事中的人物表现出了强烈的情感。嗨嗨，李道轻咳一声，表示故事到此结束了，他们该两清了。两清了，碧瑶心生不舍，毕竟他很享受和李道的故事交流。于是他请求李道继续给他讲故事，甚至愿意付费，但李道拒绝了他的好意。碧瑶心生感激，决定以后多给李道带一些饭菜作为感谢。随着马车越来越靠近帝都，碧瑶的出现已经成了李道的日常。虽然小丫头嘴上总是耍脾气，但每次准时送来的丰盛饭菜却是她心意的表达。然而，就在一天如往常一样，李道准备给碧瑶讲故事的时候，一场突如其来的袭击打破了平静。突然间，密集的箭雨从道路两侧的山林中射来，李道急忙拉着碧瑶躲闪，但车队其他成员却未能幸免。箭雨打乱了整个队伍，护卫们纷纷大喊警告，但混乱中无法组织有效的应对。碧瑶焦急地想要找到自家小姐，但第二波箭雨的到来使她惊慌失措。李道见状，及时赶到她身边，用玄铁刀挡开了靠近的箭矢，给予了碧瑶一丝安全感。眼前的混乱中，李道发现了孤零零停在队伍中间的铁三娘的马车，周围的护卫仍未恢复过来。同时，他察觉到山林中突然冒出的黑衣人，直奔铁三娘所在的马车而来。在碧瑶的哀求下，李道决定前去营救。黑衣人冲向马车，为首的一人下令抓住铁三娘。突然间，一道寒芒划过，几名黑衣人被割喉倒地。黑衣人头领愤怒的大喊，但被攻击者直接闯入马车内。李道赶到时，却感受到了一股强大的劲风袭来。碧瑶的手迅速地伸向李道，一股强大的力量几乎无法控制地释放了出去。李道本能地想要躲闪，但来不及，他只能勉力抵挡。两人的手掌猛烈碰撞，仿佛是在打击一片水面，力量被瞬间削减了一大半。就在他以为自己会伤到铁三娘的时候，又一巴掌向他拍来。李道心中不禁燃起了怒火，他是来救人的，不是来挨打的。然而，当他喊出碧瑶的名字时，他手掌突然停了下来。铁三娘控制着自己的情绪，用一种动听又带着几分沙哑的声音质问着李道。李道抬头看着他，心中有些震惊。她的容貌绝美，但与之前的明月公主有所不同，散发出一股慵懒与风韵。她的眼睛像是黑珍珠般深邃，仿佛能够洞察人心。她的身材婀娜多姿，风韵绝美，散发出一股女王般的威严。李道面对铁三娘的质问，坦然地回答道：“我是临时外包的护卫。”铁三娘微微一笑，用挑眉的表情看着李道，仿佛能看穿他的内心。他的声音带着一丝不容置疑：“你就是瑶儿口中的坏人？”李道没有回答，而是察觉到了马车外的动静，他急忙提醒道：“现在不是讨论这个的时候，我们得先冲出去再说。”然而，铁三娘却坚决地拒绝了：“不行。”“为什么？”李道感到疑惑。铁三娘深深地看了他一眼：“我不想我的武功被人知道。”李道顿时明白了一些事情，他想起了一些关于帝都的传闻，传说铁家让铁三娘管理家族产业的原因之一，就是她不适合修行。但是现在的情况明显与之不符，铁三娘的实力已经远远超过了普通人的预期，这让他意识到铁三娘可能对家族有所隐瞒。我明白了，李道决定相信铁三娘，并表示愿意帮助她保守秘密，同时保护她的安全。在马车外，李道突然出手，让10几名黑衣人愣住了一下。当他们回过神来，领头的黑衣人怒气冲冲地下令，让手下冲进马车，杀男的抓女的。黑衣人们立即拔刀朝着马车冲去。2名黑衣人率先跳到马车外，其中一人向另一人传递了一个眼色，得到对方的点头示意后，他们分别举刀和伸手朝着马车帘子进攻。突然间，马车顶部爆炸，木屑四处飞溅，2道人影从中跃出。李道一手搂着铁三娘，稳稳地落在地上。李道发现自己的手不自觉地揽着铁三娘的腰，他急切地质问她。面对铁三娘的质问，李道淡定地回答，指出要保护她就必须这样做。铁三娘心生难以适应之感，但李道告诉她要忍耐，因为隐藏武功对他们的安全至关重要。突然，2颗人头飞起，鲜血喷涌。铁三娘意识到身边这个人是在保护她。黑衣人领头见手下全军覆没，愤怒地发出命令，要求所有人攻击。李道冷静地面对着黑衣人的围攻，展现出超乎寻常的战斗能力。他与铁三娘相依为命，周围的黑衣人纷纷倒下，系统提示他击败了13名敌人。废物！领头的黑衣人怒视着李道：“小子，可惜你今天还是要死在这。”他话音刚落，身形突然虚幻起来。黑沙掌！对方一手缠绕黑色煞气的手掌直奔李道胸口而来，同时一手朝着铁三娘擒去。铁三娘看清了对方的意图，心思一沉，准备运用体内的先天真气回击对方，但他腰肢突然被一只手牢牢抓住，无法动弹。面对来势汹汹的黑衣人头领，李道眉头一皱，收紧左手，闪过领头黑衣人对铁三娘的擒拿。黑衣人的手掌结实地轰在他的后背上，李道感到一阵刺痛，
但他没有犹豫，反手回击，直接一巴掌拍出去。两人的掌力在半空中激荡，发出震耳欲聋的轰鸣声。黑衣人的黑沙掌迅猛而凌厉，但李道的反击更加果断而有力。他的一掌直接击碎了黑衣人的手臂，然后又狠狠地拍在黑衣人的胸口上，将其重重击退。黑衣人吐出一口鲜血，倒在地上，身受重伤。领头黑衣人艰难地站起身来，却发现自己右手臂断裂，肩胛骨也受伤，内脏受到重创。他看向周围，发现自己的手下已经处于下风。虽然心中充满了愤怒，但身上的伤势已经不允许他再继续战斗。于是他转身匆匆逃入山林，留下铁家的护卫重新夺回了控制权。铁三娘关切地询问李道是否受伤，但后者表现得若无其事。李道解释道自己并未受到严重伤害，因为他对情势有着清晰的判断，所以才选择挡下黑衣人的一击。他并没有放弃战斗，而是准备继续帮助铁家的护卫。铁三娘提醒李道不必为铁家的护卫操心，因为他们自己应该负责解决自己的问题。但李道并不在意，他看待这场战斗只是获取属性的机会，所以毫不犹豫地冲进了战场。铁三娘曾想以家主的身份命令李道停止行动，但他意识到对方只是暂时加入他们的车队，并非铁家的一员，而且他还有一个秘密被李道掌握，因此他只能无奈地看着他冲向战场，心中充满了矛盾和焦虑。碧游从箱子里钻出来，一脸担忧地冲向铁三娘，紧紧抱住她，泪眼婆娑地说道：“小姐，你没事真是太好了。”铁三娘心情稍稍舒缓，看到碧游安然无恙，也感到了一丝安慰。在李道的帮助下，刺客们很快被全部解决，一部分被杀死，一部分被留下活口。护卫们意识到铁三娘的存在后，匆忙赶到她身边，看到她安然无恙后，纷纷松了口气。铁三娘面对护卫们的请求，心中带着一抹冷意，却很快将其压下。她冷静地命令道：“起来吧，先收拾东西，回到帝都再说。”对于被抓住的刺客，她下令将其全部杀死，没有留下任何余地。护卫长对这一决定感到惊讶，但铁三娘坚定地坚持自己的决定。在她的命令下，所有刺客都被处死，没有留下任何幸存者。铁三娘对于护卫长的质疑淡漠地回应道：“这些人根本问不出什么东西，所以杀了就杀了。”他没有给予任何解释，只是冷漠地转身朝着帝都的方向走去，一切决定都留待回到帝都再做处理。碧游告知李道，铁三娘想要见他。李道虽然疑惑，但还是前往了铁三娘的马车。铁三娘向李道表达了对他救命之恩的感谢，并邀请他加入铁家门下。李道拒绝了铁三娘的邀请，但接受了他送给他的腰牌，以示感谢。在铁三娘眼中，李道的果断拒绝让他有些意外，但他还是决定放过他。第二天一早，车队再度启程，速度更快了些。或许是受到昨日袭击的刺激，护卫们显得更加警惕，马车也加快了前行的速度。而距离帝都越来越近，李道心中的紧张和期待也愈发强烈。2天的行程很快便消失在路上，车队终于抵达了目的地。帝都到了，有人在车队中高声喊道，引得众人皆是朝前望去。帝都的城墙耸立在远处，雄伟壮观，给人一种庄严威严的感觉。在李道的记忆中，帝都的城墙高耸100米，堪比摩天大楼，堡垒般坚固，一般人难以逾越。车队渐渐接近城门，两侧是整齐规范的房屋，街道上人流熙攘。当车队驶进城门，百姓们纷纷躲让，用羡慕的目光望向车队。毕竟铁家乃是大前第一皇商，人人皆知的富贵之家。车队到达城门前，城门口有士兵把守，但当他们看到铁家的车队时，却没有进行检查，反而恭敬地为领头的领路。铁三娘的马车停下，她掀起车帘，示意碧游，后者将一些钱财丢向领路的士兵。这是小姐给你们的。领路的士兵接过，表示感谢。出发吧。铁三娘的声音传来，车队继续前行。李道看着这一幕，心中不禁暗自赞叹，这才叫做铁娘子的风范。马车缓缓驶入城内，龙道宽敞绵长，仿佛是一条通向辉煌的往昔的通道。李道眼中闪过一丝震撼，这条街道见证了大前王朝历代皇帝的辉煌。他心中不禁想起了前世大唐长安的朱雀大道，虽然也是历史名街，但与眼前的龙道相比，显得黯然失色。大前王朝融合了诸多朝代的优秀之处，如秦的军功、汉的威武、唐的盛世、宋的富裕、明的刚强，构成了一幅繁荣昌盛的画卷。然而，尽管国力强盛，但大前也面临着一个难题：武者。在这个世界，武者不乏强大存在，后天武者能力出众，先天武者更是不可轻视，而宗师武者更是达到了人间极限。虽然大前有着强大的国力和优秀的君王，但寿命的限制成为了一大隐忧。在龙道远处矗立着的宫城，象征着大前的鼎盛。然而，李道心中清楚，如若没有一个杰出的君王继承大业，这个王朝终将衰落。然而，他对当前的皇帝和继承人并不抱太大希望，大多数只是平庸之辈，难以承担大任。他的思绪中却突然浮现出了一个名字：明月公主。若能继承大业，或许可以延续大前的繁荣，甚至更上一层楼。然而，这样的希望并不现实，因为并非每个女子都能成为武则天，尤其在大前王朝。李道目光一扫车队，心中决定离开。在他转身离去的一刻，车内的铁三娘似乎有所感应，他走了。铁三娘自语道，心中有些失落，
毕竟两人相识一场，竟然没有告别。他心里有些生气，但也只能让他离去，暂时处理手头的事务。然而他心中却藏着一股期待，等待着下次再见面，展示自己的本领。车队加速前行，碧游笑容满面，期待着回家后听铁三娘讲述剩下的故事。在东方青龙为首的古代帝都，地位高贵的达官贵人聚居在帝都东城，离宫城越近，地位越显尊贵。李道的祖辈是大前开国元勋，曾被封为一等侯爵，地位尊贵，居住地处东城，靠近宫城。然而自从李道遭遇不幸，明月公主清白被毁的消息传出后，安远伯府的地理位置成为他们的诟病，每个过路人都不禁辱骂唾弃。甚至有一位明月公主的忠实爱慕者，在安远伯府门前的石狮子处愤怒地撩起裤子小便。这一举动不仅没有受到责难，反而成了他的名声之源，使他得以跻身几个家族的上层。此事掀起了一阵风潮，整个帝都都以辱骂安远伯府为荣。读书人们也纷纷以作诗辱骂安远伯府来吸引眼球，甚至有人因此而攀上了社会的高枝，引发了读书人界的不满，导致帝都内几乎每天都有人作诗辱骂安远伯府。时至今日，尽管热度已渐渐减退，但仍有一些辱骂的诗词不时传出。与此同时，在安远伯府外，一切已不复从前的光鲜亮丽，墙壁上充斥着辱骂之词，墙角散发着恶臭，门口的石狮子也受到了侮辱。此时，安远伯府的大门正缓缓打开。快点，我们来不及了，抓紧时间，这地方再也待不下去了。这样做是否有些过分？过分什么？这府里即将支离破碎，不拿白不拿。一群奴仆装扮的人从大门涌出，怀中鼓鼓囊囊，不知所报何物。突然，一个身穿青衣的小姑娘从大门中冲出，挡在人群前。别拿，你们不准拿，这些都是府里的东西，都是公子的。小姑娘眼泪盈眶，满脸倔强，仿佛随时都要哭出来。其他人看到她这样，心中不禁涌起愧疚，但更多的是无奈。这时，一位年长者叹了口气：“九儿，你不要拦着我们，我们也是被逼无奈啊。”“是啊，现在我们若不拿，明天这些东西就不再属于我们了。我劝你也收拾些东西离开吧，安远伯府已经是过去时了。”众人纷纷开口，言辞中透露着无奈。被称作九儿的姑娘摇头，带着哭腔坚决道：“可是这样做是不对的。”唉，一声长叹传来，一位白发苍苍的老人从大门走出。见到他，之前还大声说话的众人立刻闭上了嘴，眼中露出担忧之色。“李爷爷，你看看他们。”九儿跑过去扶住了老人。老人看着他，眼中带着淡淡的笑意，然后转向其他人，眼神平静而深邃，仿佛湖水一般寂静。众人被他的目光所摄，不敢出声，心中生出一抹不安。老管家李爷爷黯然长叹，决定让他们走远，只留下了一封信给九儿，表明自己的心愿和歉意。不久之后，九儿发现李爷爷已经离世，留下了信和生平自述。九儿看完李管家留下的信，心中充满了沉重和失神。然而他很快振作起来，抹去眼泪，向着李管家的尸体深深鞠了一躬，发誓要完成他的心愿。随着时间的流逝，夜幕降临，帝都的天空突然雷声大作，大雨倾盆而下。在安远伯府后院，雨水不断砸打着地面，电光闪过，照亮了庭院。九儿站在大树下，淋着雨，手持铲子不断挖着坑，准备为李管家安葬。尸体被摆放在一旁的凉席上，他挥动着铲子，艰难地挖着坑。雨水让泥土变得松软，但这依然是一项艰巨的任务。最终，经过半个时辰的挖掘，九儿终于完成了一个坑。他把李管家的尸体轻轻地移到坑里，默默地向他承诺着。然而，他的手心被石头划破，疼痛让他不禁流下眼泪。坐在泥土上，他感受到了心中的无尽悲伤。突然，头晕目眩，他看到一个身影出现在眼前，随后便失去了意识。当他再次醒来时，发现自己躺在自己的房间里，一盏蜡烛还在燃烧。他惊讶地看着周围，意识到自己被人送回了房间。他摸索着自己的额头，发现发热已经退了些许，然而他的衣服却换成了新的。他心中涌起一股不安，不知道是谁给他换的衣服。他决定立刻前往后院查看，却发现坑已经被填平，留下了一些模糊的脚印。他决定跟踪脚印，最终来到了祠堂，发现了一个黑衣人影。在惊雷闪过的光芒中，他看清了对方的面容，竟然是自己的少爷。他感到震惊又欣喜，情不自禁地扑进了他的怀里。少爷轻声责备了他，又询问了宰相府的事情。九儿向他详细描述了最近发生的一切。少爷决定离开帝都，九儿支持他的决定。在离开之前，少爷带着他来到祠堂，磕了9个头，然后取出了一个沉重的箱子。李道对着箱子长吹一口气，将上面的一层尘土吹散落在地上，然后放在地上。他伸手一捏锁扣，锁扣在他巨大的力道下破碎，随后打开了箱子。一股淡淡的血腥气息夹着铁的味道钻进他的鼻孔中。在箱子中，一把3米多长的黝黑大戟静静地放置着。李道轻言自语道：“老头子，这些东西终究还是传到了我的手上。”他伸手在大戟上抚摸了一把，心中涌起了种种回忆。大戟的重量让他感受到了家族的厚重传承。这把家传大戟乃是由万年玄铁打造，重量至少在200斤以上。
想要使用这龙纹戟，需要身负上千斤的力量，而要运用自如，更是需要至少3000斤力量。他想起了家族的历史，祖先们曾经是大前一方将领，而自己虽然没有修行资质，但依然要承担起家族的责任。放回大戟，他转而拿起3本泛黄的古书，这些书是家族的家传秘籍，但很少有人能真正掌握。李道重新收好书籍，心中升起一股决心。他重新点燃3炷香，向先祖们行了一礼，然后转身离开了府宅。在离开前，他还收起了族谱，准备离开安远伯府。他与九儿一同离开，目睹着府宅被宰相府的人破坏。他们默默地走开，决定前往一个可以让他们重新站起来的地方。在他们离去的同时，宰相府的人开始对安远伯府展开彻底的破坏，引发了路人的议论和惊叹。西洋邪社铁家府邸的庭院里，凉亭下，2位少女各自沉浸在不同的活动中。气质成熟的铁三娘端坐在石凳上沏茶静享时光，而青涩的碧游则在湖边用枝条逗弄着鱼儿。突然，一阵急促的脚步声划破宁静。很快，一个模样忠厚老实的中年男子跪在凉亭外的台阶上，恭敬地称呼：“三小姐，属下铁心来见。”铁三娘不慌不忙地品茶，问及事情进展。铁心恭敬地报告：“调查已清，叛徒已被控制。此外，大、2公子与3皇子有接触，4皇子与3皇子有摩擦。”铁三娘点头示意，示意铁心退下。细雨绵绵，夜幕降临，庭院中，铁三娘与碧游相对坐，谈及家族内部情势。碧游好奇地问：“小姐，你怀疑大、2公子与3皇子对你不利？”铁三娘笑而不语，表现出对家族内部动态的警惕。这丫头想得倒挺多。碧游调皮地笑道：“虽然2位少爷不成器，却对小姐心疼有加。”铁三娘微微一笑，心中感叹着家族内部的微妙关系。她让碧游传达消息，对4皇子和3皇子采取不同对待。铁三娘淡漠地解释道：“因为他们的目标不同。”碧游迟疑地问：“4皇子针对小姐，只有这么点惩罚？”铁三娘冷漠地回答：“铁家是铁家，我是我，我的仇我自己来解决。”碧游心中默默为4皇子祈祷，想起上一个得罪铁三娘的人都是遭遇了不幸。铁三娘突然想起明月，决定下午去宫中一趟，查看明月的情况。碧游点头应诺，忙去安排。下午，大前皇宫后宫内，铁三娘携碧游漫步于长廊之上。碧游惊讶地发现，每隔50步就有一名身穿劲装的女卫。她小声询问：“小姐，后宫怎么突然这么多人？”铁三娘眼神警觉地看向前方的宫女，确认他们无动于衷后，轻声斥责：“不懂就别多嘴。”碧游赶紧捂住嘴，不再说话。他们很快来到一处庭院前，进入庭院后，一座宫殿映入眼帘，牌匾上写着3个大字：“明月阁”。明月公主的住所就在这里。一名宫女告知公主，铁小姐前来求见。随后，一道柔声的命令传来：“奉公主之令，请铁姑娘入殿。”宫女推开门，做出请的姿势：“铁姑娘，请进吧。”铁三娘点头示意，带着碧游走进宫殿。在宫殿内，他们被一名宫女引领穿行。铁三娘敏锐地察觉到，隐藏在宫殿中的许多人都具有不弱于她的修为。最终，他们来到一扇殿门前。这次宫女没有通报，直接推开门。2位公主就在里面等候。铁三娘和碧游走进房间，看到一面白色纱帘挂在房间中，背后是明月公主赵月。她坐起身来，轻声道：“来人，给三娘和小游赐座。”2名宫女端来椅子，铁三娘坐下后，打量着房间的布置。“明月，你这是？”明月公主解释道：“最近染上了风寒，拉上纱帘阻隔，免得传染于人。”铁三娘关切地询问明月公主是否请太医，她回答称已经请了，不必担心。突然，铁三娘提到了安远伯府被砸的事，明月公主声称不知情。铁三娘随即咕哝道：“都怪那家伙，竟然敢！算了，总之他该死。”她立即改口，但显然已经触及了明月公主的伤心处。明月公主只是轻声道：“过去了就过去了。”2人聊了一些有趣的事情，铁三娘尽量使气氛轻松。最后，铁三娘起身告别，明月公主安排宫女送他们离开。一炷香烧尽后，铁三娘和碧游离开了，房间里只剩下明月公主一个人。她轻声说道：“你们都出去吧，我要休息了。”听到公主的命令，众人都默默离开了房间。明月公主与自己的另一个声音展开了一场对话，这个声音表现出不同的特质，一会儿柔和妩媚，一会儿清冷决绝。在宫城之外，铁三娘和碧游坐在马车内往铁家赶。铁三娘提议拉拢那个掌握她秘密的男人，碧游表示担忧。铁三娘决定不轻易放弃，而是决心找到他的弱点。回到家后，她让人调查那个男人，但结果出乎意料，资料极为匮乏，只知道他曾出现在玉门镇。铁三娘决定不再追查，但内心并未放弃。在大前东部的古道上，李道打了个喷嚏，小九出来关心。李道感到困惑，但不想争执。他们相约不远处的村子休息，小九期待着。然而，李道突然察觉到了什么，面色凝重。桃源村内，一股血腥气充斥着整个村庄，北蛮骑兵们狂笑着，肆意抢劫，杀戮无辜的村民。在一条巷子中，一个朴实的男子拼命保护着妻子和孩子，面对北蛮骑兵的威胁，
他毫不畏惧地挺身而出，但最终还是被北蛮骑兵残忍杀害。妻子和孩子的绝望与愤怒推动着他们也加入了战斗，即使面对强大的敌人，他们也毫不退缩。李道和他的小女仆九儿坐在马车上，眼前突然出现了一群北蛮人。九儿对他们一无所知，而李道却立刻辨认出他们的身份。他们所在的地方闻起来血腥扑鼻，而村子里的喧哗声渐渐消失，表明这里曾经发生过不祥之事。李道注意到一群女人被北蛮人围困，暗示着村子曾经遭受了严重打击。一名北蛮骑兵冲了过来，对李道嘲讽不已。九儿害怕地紧紧抓住李道的袖子，但李道轻声安慰他，表示不用担心。北蛮骑兵却在说话间被一把长刀贯穿脖颈，倒在地上断气。九儿吓得捂住嘴，惊讶地看着李道。李道拔出刀，告诉九儿即将发生的情况可能不太美好，建议他先进马车躲起来。九儿虽然害怕，但还是听从了。李道跳下马车，拔出刀，准备迎接即将到来的挑战。其他北蛮骑兵注意到异常，骑兵队长决定叫来更多人支援。很快，大批北蛮骑兵赶到，其中一位领队询问发生了什么事情。骑兵队长解释了情况，提到了李道的存在。北蛮领队感兴趣地询问极品女人的情况，骑兵队长指着马车说女人被藏在里面。北蛮领队留意到李道，确认他可能是一名武者，但并不担心，因为手上有足够的骑兵支持。他对手上的力量感到自信，认为即使李道是武者，也不足以构成威胁。北蛮领队毫不畏惧，对眼前的陌生男子和马车上的女子信心满满。他一挥手，命令手下一起动手，围住了男子和马车，防止逃跑。骑兵队长带领10几名骑兵冲向马车，其中一位女子见状，挣脱束缚，高声示警，但被领队无情地抽倒在地。李道察觉到了动静，抓起玄铁刀走向前方。骑兵队长命令部分人看守马车，剩下的围攻李道。2道寒光划破夜空，骑兵队长感到一阵不妙，他问身边的人：“你们看到了刚才发生了什么吗？”众人纷纷摇头，一位说：“我也没看清楚。”另一人补充道：“那人一动都没动。”正在他们议论间，骑兵队长突然发现原本监视马车的2名士兵停在了路中央，马匹也停止了蹄步。他急忙喊道：“你们2个在干什么？”但2人和马都一动不动。突然间，血色线痕划过马颈，然后出现在2名北蛮骑兵身上。就在众人疑惑之际，2名北蛮骑兵动了，不是正常的移动，而是从中间分开，马的脖子也动了。接连4声闷响，众人才发现2名北蛮骑兵和马头一同倒地。然而，眼前唯一的行凶者是一位正缓步走来的年轻男子，让靠近的北蛮骑兵们脸色大变。个别胆小者想后退，但骑兵队长大声喊道：“别怕他！”突然，一名北蛮骑兵惊慌地喊道：“队长，他不见了！”众人抬头一看，发现男子已经消失，接着一道鲜血喷溅，众人才发现他已经来到他们身旁。男子看着一旁的开门，地上血泊中的男子和女子，以及3具尸体，冷冷说道：“你们都该死！”随即挥刀朝一名北蛮骑兵砍去，长刀碎裂。接着他转身对下一名北蛮骑兵动手。骑兵队长慌乱地吼道：“快动手，围攻他！”然而没等北蛮骑兵行动，下一个就已倒地。短短时间后，只剩下骑兵队长一人，他颤抖着看着四周的尸体。男子走近，他拔出刀：“给我走！”骑兵队长想逃，但马却不动弹。他刺激马，却意外地摔下来。马逃走后，他愤怒地喊道：“该死的，回去我会杀了你！”突然，他感到背后一阵寒意，转身发现那名男子已近在咫尺。他想说话，但喉咙已被一刀划开。杀敌一人，获得属性 0.68。李道站在尸体间，拿着血迹斑斑的刀，独自一人。北蛮领队及其手下目睹着李道如同切菜剁肉般轻松地斩倒了所有人，出乎意料的干脆利落，让他们毫无反应之机。这一幕也让北蛮领队认识到眼前这个人物的可怕之处。统领，现在该怎么办？一名北蛮骑兵问道。北蛮领队沉声道：“这家伙不简单，大家小心些。”他意识到，如果李道刚刚表现出了真气外放，他们会毫不犹豫地转身逃走。但对方的举动并没有波动真气，这意味着他并非先天武者，只是后天武者中的强者。虽然损失了10多名手下，但他手下还有90多人，再加上他这个后天3品的高手，足以对付任何后天1品的对手。听到领队的话，剩余的北蛮骑兵也变得谨慎起来。他们开始丢弃马背上的重物，连同那些被绑在马身上的女人也放了下来，显然认真对待此事。这些女人并没有逃跑，而是聚集在一起，因为他们知道逃跑无济于事。想到这里，他们默默祈祷，期待着未知男子的拯救。不远处的马车内，九儿小心翼翼地掀开帘子，发现李道站在尸体中间。他完全无视尸体，见到少爷平安无事，松了口气，同时在心中为少爷加油打气。解决完北蛮骑兵后，李道毫不停歇，继续朝着对面的北蛮骑兵走去。不管是为了属性加成，还是出于心中不满，今天这些人注定要留在此地。杀！心中默念一声，李道挥起玄铁刀，迅速冲向北蛮骑兵的大部队。北蛮领队下令：“给我杀了他！拿到人头者，奖牛羊100匹，美女10个，官升1级。”这番话激起了北蛮骑兵的热情。
他们冲向李道，气势汹汹。然而，在李道眼中，他们的冲锋仿佛是人类试图撞倒老虎，却无济于事，因为老虎可以抵挡，而李道更胜一筹。这些普通的北蛮骑兵就像是美食摆在他面前，他能吃多少就吃多少。李道握紧手中的玄铁刀，毫不犹豫地冲入敌人之中。他的刀锋在空中挥舞，利刃无情地割裂着空气，凭借着无与伦比的力量和锋利，他所过之处没有人能够抵挡。他如同疾风般穿梭于敌人之间，将一支北蛮骑兵队伍掀翻在地。数十名北蛮骑兵在他的刀下惨死，而其余的幸存者则是因为未能接近李道而幸免于难。他的血腥屠杀让北蛮骑兵们清醒了许多，不再被统领的诱惑所迷惑。北蛮领队冲了过来，对着属下怒斥：“都愣着干什么？给我杀呀！”手下们鼓起勇气，跟随着领队再度发起冲锋。他们信任着统领的力量，只需要打好配合。领队向李道冲来，手中长刀挥舞而下，气势汹汹，如同猛虎张开巨口。然而下一秒，一抹鲜血飞溅，人头高高飞起，落到地面上。李道提着刀看着领队的尸体，轻声呢喃：“气势不错，可惜不中用。”仅仅一个瞬间，领队就死在了李道的刀下。这正是李道的强大之处，他的体魄让他毫无死角的提升。对于他来说，后天武者以下的层次不存在任何威胁，在硬碰硬的情况下，没有人能够挡住他的一刀。他称之为众生平等刀。一队北蛮骑兵在统领的带领下冲锋，他们气势汹汹，以为有统领在前头，胜券在握。然而，当他们的统领冲到最前方时，却被一刀砍倒，打破了他们的信心。眼看着统领倒下，骑兵们心生慌乱，有人想要继续冲锋，却被恐惧所驱使，纷纷选择掉头逃跑。骑兵们纵马转身，想要逃离这个战场，却忽略了他们猛冲时积聚的速度。就像李道前世学驾照时所知，急刹车时若不系安全带，后果不堪设想。这些北蛮骑兵未曾想到，他们的冲势已经无法收回。在慌乱中，许多人未能稳住身形，纷纷摔落马背，人仰马翻，场面一片混乱。李道看到了这一幕，心中一动，决定不放过这个绝佳的机会。他毫不犹豫地挥起手中的玄铁刀，冲向北蛮骑兵们，展开了一场血腥的厮杀。刀光闪过，鲜血飞溅。李道不停挥动着刀，一名北蛮骑兵接着一名北蛮骑兵倒下，他的身边不断响起系统的提示音，记录着他的战果。最终，在混乱的长街上，只留下了遍地的尸体，没有一名北蛮骑兵能够逃脱他的刀下。正当李道杀得痛快之时，一名北蛮骑兵从尸堆中伸出手，祈求生机。然而，李道毫不留情地斩断了他的希望。对付这些人，他没有任何怜悯之心。战斗结束后，李道长舒一口气，看着面板上的属性，心满意足。他的战斗之举不仅带来了丰厚的属性奖励，也使他的体魄逼近100，成为了真正的战斗之王。就在他松了口气之际，九儿的叫声打断了他的思绪。李道回头一看，见九儿关切的目光，心中暗自感慨：世上竟有如此忠心的人。不久，一群女人走了过来，跪在地上感激李道的拯救。他们对于尸体并不畏惧，因为他们的心中已经被仇恨填满。李道心生怜悯，但又深知这是国与国之间的摩擦，平民无法左右。他所做的一切，只是为了不让自己沦为他人般的牺牲品。在黄昏时分，李道留在桃源村，与村里的女人们共度一晚。他坐在庭院门口，注视着女人们在整理东西。村里的男人都已经不在，他们将李道视为心灵支柱。尽管女人们拒绝了他的帮助，李道也不勉强。他深刻意识到这个时代的女性与现代女性的不同。晚饭时分，九儿端来一盆丰盛的饭菜，是刘大姐为了感谢李道准备的。尽管李道接受了，但警告九儿以后不可再这样。夜幕降临后，女人们安排了一个较大的庭院供李道居住，他们一起挤在客房里。尽管他们表现得坚强，内心仍充满恐惧。在夜深人静时，李道偷偷起身来到庭院，确保周围无人后，他启动了内心中的面板，检查可用属性后，他将所有点数加在体魄上，引发了一次蜕变。这次蜕变带来的是关于血液的变化。李道忍受着剧痛，发现体内的血液正在改变，新的血液被从毛孔中排出，形成一层血痂。随着时间的推移，血痂越来越多，最终形成了一层稳固的膜。当撕裂感消失后，李道试图动弹身体，血痂出现了裂纹。他轻轻一抖，所有的血痂脱落，仿佛蝉蜕壳般。李道期待血液蜕变带来的效果，现在他想先了解一下自己的血液。李道拿起手中的玄铁刀，心中充满了期待。1分力不够，3分力还是不够，5分力，终于在用了一半的力量之后，刀锋勉强划破了皮肤，留下一道浅浅的伤口，挤出了一滴血。与此同时，李道闻到了一股奇异的香味，他的嗅觉敏锐地察觉到这股香味是从他的血液中散发出来的。或许血液蜕变后确实具有某种功效。突然，一声滋滋的声音打断了他的思绪。李道低头一看，发现一只大黑耗子在他的脚边闻来闻去。随着血液散发出的香气，耗子眼中闪过一丝兴奋。他试图爬上李道的腿，但被他踩住了尾巴。然而，与其他老鼠不同的是，这只耗子并没有惊慌失措，
反而更加渴望地试图爬上李道的身体。李道注意到了这一异常现象，他猜想或许是自己血液的特殊性引起了耗子的兴趣。他决定进行一次实验，看看血液是否真的产生了变化。他抓起耗子，将带有血液的手指放在他的嘴边。耗子不断挣扎，但李道坚定地将手指掰开他的嘴巴，将血液滴入了他的口中。随着血液的进入，耗子开始痛苦地抽搐着，似乎受到了强烈的刺激。李道皱起了眉头，不禁产生了疑惑。然而，当他目睹耗子身体开始发生奇异的变化时，所有的疑惑都烟消云散了。耗子的体型开始膨胀，四肢和尾巴变得粗壮，整个身体仿佛发生了变异。更令李道惊讶的是，他竟然从这只老鼠身上感受到了一种奇特的亲近感。